今天下午第二个视频，我们主要来聊一聊港股的申洲国际。这只港股在香港市场它上市时间是比较长了，05年的年底，那么截止现在也是将近20年时间。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，我们通过月线图可以看到，整体走出了一波超级牛市，是从2021年的年中开始，最近这将近4年时间是在走调整。那么这只港股从目前来看，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充分的，调整的时间跨度也是比较满足这个要求的。我们整体先看一下它截止目前它调整的一个幅度达到哪里。可以看到这次的调整是比较深的，盘中是已经跌破了黄金分割 0.764 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 50.35 港币。上一个月刺穿了这个支撑位，快速的回收，留下了一次比较长的下影线。那么之前的上涨牛市结束之后，从结构上来说，也是从 207.6 向下已经走出了一次，目前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 A 浪、B 浪、C 浪。那么这个 A、B、C 浪结束之后，那就意味着后期可能会进入到新一轮的上涨周期之内，这是当下我们第一种比较乐观的预期。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，这里的 A、B、C 调整结束了， A、B、C 调整结束了，那么就意味着上个月的低点 42.60 这个低点是不会被再次跌破的。近期其实说白了就是应该寻找下方的一个短期支撑，考虑分批开始布局的一个机会。这里我将时间周期切换到一个日线图，我们再看一下最近的这一波走势的，如果要出现回撤，它的一个支撑在哪里？回撤的支撑大概是在 49.50 到 47.90 这个区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日线上看，如果出现短期的一个2次探底的动作，那么按照第一种预期，可能就是一个进场的比较好的一个机会，这是当前第一种考虑的一个结果。当然防守点还是刚才说了，就在前面低点 42.60 这里，这个位置不能跌破，跌破整体形态就改变了。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另外第二种走势。第二种走势就是当前的这次下跌，它的 C 浪调整还没有结束。主要原因是，其实为什么会出现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一个分歧，在于之前的这波调整，它其实内部结构不是特别的清晰。1、2、3、4、5。如果这个 A 浪内部我们看作是一个5波下跌结构，那么意味着这里的调整 A、B、C 走完以后，会呈现一个535的锯齿形态。那如果是一个535的锯齿形态，那么也就意味着目前向下的调整还没有结束。C 浪的开始 C1、C2、C3 向上反弹，可能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 C4， 然后再次下跌创出一个新低 C5。而且上一次 C2 的整体的调整周期是经历了51周，也就是357天，刚刚1年。那这一次如果要再开始调整，那至少是 C2 这个调整大致2/3的一个时间。C2、C1、C3、C4、C5。那这个 C4 的调整必然它不会轻易的结束，那至少也是2/3的时间。那按刚才说1年的，这里 C4 调整至少也是在将近8个月。它可能短期走势是以通过时间换空间的一个方式来完成，然后再次选择向下突破。这也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这个之前低点 42.60 不能被跌破。一旦跌破 42.60 就意味着朝着第二种预期的在运行。目前来看，两种预期它是同时存在的。那如何去区分两种预期的后期走势的一个区别呢？我们主要拉取这一波的一个黄金分割走势。也就是说，什么时候如果价格站上了黄金分割764的位置，也就是 76.45 港币，它才能向着第一种乐观的预期去发展，就是展开上涨。那在 76.45 这个价格之下，我们都要考虑有可能会出现 C4 的调整完成之后再出现最后一跌 C5。 所以当前对于港股来说的，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观察。第一是观察当前在预期当中 C4 这个位置它横向盘整的一个时间，横盘的越久往下跌的概率越大。如果快速向上翻越了 76.45， 那么就没有悬念了。因此问到这个品种的粉丝朋友，
我的建议说是再多看一看，等待后期 K 线走势再多一些，给出的结构信息更明确一些，我们再考虑去参与它。那么当前来看的话，两种结构同时存在，我们对于目前的价格也要多一分谨慎。好，以上的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